蒙面财经，朋友们好。这期呢，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些情况也是刚好呢，昨天看到这个网红企业，也就是海航集团一支债券延期支付了。那所以就结合这个海航的债券延期支付呢，说一说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些情况。那海航呢是一家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更是一家网红企业。那说它是网红企业呢，一点都不夸张大家还记得在18年7月时候他当时的创始人也就是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的时候意外跌落重伤死亡，那可以说是离奇死亡那还有就是大家还记得他的这个资产的外置负债内置的这种策略也就是在这个15-16年的当时买的这么一个策略。那后续呢，他为了还债从买又转身到卖一年卖掉3000多亿还债种种的事情吧，确实是让他登临了中国网红企业的头把交椅那不过今天呢，并不是给大家要讲海航的关于海航呢，1个月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大家呢有兴趣呢可以看一看。好，那我们回到昨天的这个海航的债券延期，这个债券的代号呢是13海航债从它的名字呢就可以看出来，这是13年发行的一支债券，存续时间呢已经7年之久了。在4月15号呢即将到期那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债券在到期的前一晚准确的说呢是在昨天晚上的这个6点30 6点半接近下班的时候，那债券投资人呢突然收到了这个来自海航的邮件通知呢1个半小时以后也就是在晚上8点紧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那要求呢债券持有人呢必须在半小时内登记参会否则呢就视为弃权。如果你弃权的话，那命运就只能交给来得及走流程的这些其他债权投资人了。那举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呢，一般呢是要15日提前发出通知的。那海航这个对付前天晚上的这种突然袭击呢，那这唱的是哪一出戏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2个议案。那第一个议案呢，就是说同意豁免提前通知现场召开改为网络会议形式召开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就是可以同意豁免它这个就是提前15日通知的这个程序。那第二个议案是什么呢？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二个议案就是说本期债券的本息递延本息要递延1年支付也就是本来2019年4月15号到2020年4月15号这一年的这个本息的这个本金和利息的支付要递延到2021年4月15号支付其实也就是一个债券的一个延期。那看到这个以后，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就是海航呢想让投资人同意延期支付他这一期的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当然呢通知是越晚越好给投资人来一个措手不及。那报名参加会议的人呢也最好是越少越好越少呢越容易做一些投资人的工作越容易做工作。那看来呢这回海航呢是真的没钱了这2年呢资金本来就紧张再加上2020年航空业的这么一个停摆整个的停摆，那彻底可以说击垮了海航的现金流再也无力支付利息。那好了，重点呢还不在这里重点呢在这个当投资人同意了海航的延期支付本息，那名义上呢海航这支债券呢就不算违约只是延期了。那海航呢依然还能维持这个 AAA 的信用评级大家知道这个信用评级就是评级公司给一个企业的一个信用评价有了这个信用评价以后它可以在债券市场上去融资那海航依然维持了这个 AAA 的信用评级以后呢，可以说就是继续在信用评级市场上维持一个长生不老的状态这明显呢是欺负这个投资人在这个你说这个老实的投资人和这个会不会在议案里面会不会通过呢？那大概率呢是会通过的因为投资人呢也拿他没办法，现在可以说是欠钱的是大爷就是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那据说呢网络会议现场气氛非常激烈，场面一度失控整个会议在这个后面投资者是骂声一片很多投资人甚至说就是说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债市没有最骚只有更骚没有不要脸，只有更不要脸那好了，我们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普通人就是说你看不到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情况或者说是很少看到。那讲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呢，其实跟你看中国很多的这个失业的情况呢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看1季度经济这么差我们能看到多少企业裁员呢？就拿最近的这个海信集团的裁员来说海信大家知道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彩电生产商
那有7、8万的员工啊。那他这个裁员事情是怎么被爆料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微博的博主啊，这个大家看啊，他是接到他的粉丝的微信啊，说今天突然接到通知，海信裁员1万啊，海尔也开始裁员了啊。那然后这个微博呢被其他的大 V 转发转载啊，信息扩散，导致这个海信集团啊不得不出来澄清。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澄清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是公司国外经营形势严峻，于是采取高管带头降薪，通过末位淘汰加速员工队伍优胜劣汰等措施啊。网上传的这个裁员过万人数据并不属实。那这个呢，就是大部分啊这个中国公司裁员的一个现状，就是一般人呢也是不见得能知道的。就算是有人爆料呢，公司的回复一般也说是末位淘汰、优化之类的。所以中国的失业数据呢，一直是扑朔迷离啊，只能靠网上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去猜。那债券违约这事儿呢，其实和企业裁员一样啊，都是企业的负面信息，会影响到企业在这个融资市场上的这个信用资质啊，尤其是公开市场的这个债券违约啊，影响非常大。那一般企业呢都会尽量去避免啊，因为一旦如果违约以后，企业就是在以后啊就很难赢得投资人的信任，很难再融到钱。好，那我们说回来，就是中国的债券市场的事情啊，就是很少人看到这个或者看到很少的债券违约的消息啊，就是在这个18、19年还有一些知名企业的违约，你能看到啊，这个永泰能源啊，这个北大方正集团西王集团等一等。那到了更严峻的这个2020年1季度的这种经济情况下那违约的这个债券违约的情况呢，反而变少了反而销声匿迹了。那在这个不在债券市场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债券市场呢它其实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债券市场它其实不再有这种法律意义上的违约少了，但是就是都是变了形的这种违约就是变成一种这个通过一些花样的变化在这法律意义上你看不到这种违约了。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年债券违约的一个分布图那这个呢，我说的是主要是这个公开市场的一个债券也就是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这个债券不包括私募债。大家从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在18年呢开始债券违约陡然增多其实这个跟18、19年那2年的中国经济情况呢是息息相关的。从18年开始呢，中国经济呢就开始面临明显的这个下行压力所以比较诡异的是，在这个2020年1季度就是今年的1季度这么严峻的一个经济形势下，违约呢反而变少了大家可以从这个图里面看到，那违约的支数呢，就是截止到目前呢只有23只，那违约的金额呢也只有区区的121亿。那2020年到现在呢，一个季度的这个违约金额就是这121亿相当于只有18、19年违约总金额的1/10明显是不成比例的。那这其实呢是很多债券的违约其实是被掩盖了，就是公开市场上的信息披露你根本看不到违约就是刚才上面讲的，就法律意义上你看不到这种违约或者不算违约。那在面子上呢，这些公司的信用还是良好的还信用评级呢还是 AA 加或者 AAA， 对吧？但是里子里呢恐怕早就已经负债累累还不上钱了。那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就是他们债券市场上叫这个骚操作把这个债券呢要么给延期了要么就给置换了要么就是劝退回售了或者要么就在这个非公开市场这个处理了。那海航的这个海航债呢，就是这个13海航债呢，它是典型的一个债券延期的一个处理延期以后呢基本就是这个债券就不算它违约了，在法律意义上。那债券置换是什么意思呢？债券置换呢说白了就是借新还旧就是用老债券去认购这个新债券这个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这个桑德环境它是开启了这个银行间债券置换的先河它是第一家然后呢这个上市公司华昌达呢，它是开启了这个交易所债券的这个先河交易所债券置换的先河。那中国呢债券市场主要有两个大的这个发行市场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银行间市场这个是最大的，占了绝大多数的这个企业债券、信用债券都在银行间市场。那还有一个市场呢，就是这个交易所市场也就是在这个深交所上交所交易所市场的债券这个占小头。那这是这个债券置换债券置换也有很多公司
从最近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做这种处理的手段。那最近还有呢，就是有一个首单的这个城投债的债券置换啊，就是大连的这个瓦房店的沿海项目开发公司，它有一个公告，就是它这个17年发的这个瓦房02债券呢，它呢投资人以1:1的这个等比例的方式认购了这个公司新发行的3+2年期的这个220瓦债02其实你看它搞得花里胡哨的，其实本质呢它就是一个债券置换说白了就是本质上就是违约了，拿不出钱了只不过市场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自欺欺人罢了搞了一个债券置换的名头。那还有呢一种处理办法呢，就是这个劝退回售所以劝退回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债权人就是投资人投资的债券，比如说是3+2的这种投资期限也就是说第3年末呢，投资人有一个权利就是可以要求发行人回售这个发行的这个债券但是发行人呢在想方设法他会劝退这些投资人就让他不要行使这个回售选择权，那这个债券呢也就不算违约了你比如说最近的这个1000亿负债的这个新沪中保是家房地产公司，他就把投资人劝退了让他们不要回售这个18年18中保01这个债券。所以俗话说得好呢，就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但是当这个现在债券发行人越来越多的有了这个念头就是债券到期以后，他发现那我没钱嘛，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我就不还好像也没什么事儿。那这个时候呢，潘多拉这个魔盒就打开了很多的发行人企业他就不把这个债券规则当回事儿，不把它放在眼里了他这个后面秉承的这种信念就是说要死一起死反正我没钱这个欠钱的是大爷。那这样的话，整个债券投资人的权利呢就被践踏的比较厉害整个契约精神呢也荡然无存。那现在呢整个债券市场呢已经越来越演变成了一个相对不太透明的一个市场很多本质上其实是违约的债券，它通过刚才我上面讲的包括技术性违约劝退回售展期债务置换这一系列的这种骚操作这个降低了这个债券的违约率使得你就是从明面上去看看不到这个违约，感觉这个债券的违约率非常低。那有些债券的市场的老司机开玩笑说就是从此世间再无债券违约你看不到了，全都给你掩盖掉了。所以说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段这个30几秒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截取自这个有一个电影叫《游客》这个其中的一个片段大家看。好，大家看到了这个雪崩来临时这个很多人还在拍照以为没什么事儿离自己还远。但是当这个危险真正来临时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债券市场呢也是一样中国的债券市场。那现在呢好像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看不到违约甚至违约的数量呢和金额还在下降。那其实底下呢已经暗流涌动有很多的企业呢都在尽力的掩盖自己这个现金流断裂或者资不抵债的一个事实。那在中国呢我觉得就是违约大潮呢要么不发生如果一旦发生时呢，那可能就如雪崩般的袭来每个债券投资人呢你都将无处躲藏。好了，这个就是呢这期给大家分享了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些情况这债券市场呢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细分领域它也不像股票市场那样为大众所了解所知今天呢拿出来就是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有所收获那欢迎大家支持转发订阅点赞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